猎人漫画休刊不断，也没有顶级动画制作维持热度，依旧有8000万销量。一部连载于1998年的作品，为何时至今日依旧好看？是因为富坚超越时代的美少年和伪娘审美吗？还是其在世纪初就创造出死亡游戏的脑洞，亦或是大概只花1周时间就设计出贪婪之岛100余种卡牌效果的天赋？富坚义博的成功能复制吗？嗨，这里是靖宇，今天我们分析 Hunter x Hunter 有氪新事篇，或者说幻影旅团篇，尝试解答一下这些问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在阿 B 这边免会员观看更贴近原作氛围的旧版动画，对应集数如上。喜欢这类内容的话可以动动小手。那么开始上菜。有氪新事篇的故事框架其实就是常年看网文的朋友再熟悉不过的拍卖会、稀世珍品、各路修炼者、杀人夺宝，这些标签都是提到网文里的拍卖会，读者立马就会浮现在脑海里的词。但我们看有氪新事篇时，很少会和网文里的拍卖会联想到一起。我们提到有氪新事篇，联想到的是预言师、镇魂曲、幻影旅团、库拉皮卡，都是这些具体的事件或者人物，而不是空洞的标签。其中最为诡异的是，整个篇章明明最先登场的是小杰和奇牙，途中也不乏对他们俩的剧情刻画，为何观众在众多人物中印象最淡的反而是他们？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个线索，深入探究一下有氪新事篇好看的秘诀。按照登场顺序，依次是《爸爸去哪儿》真人秀的小杰和奇牙，寻找族人火红眼的库拉皮卡，以及贯穿整篇的危机幻影旅团。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传统网文的单线叙事，作者为了让故事情节更加宏大和有趣，使用了多线叙事。聪明的观众这时候就要发问了，你说的这个不对啊，像蜘蛛子之类的多线叙事我们可讨厌看了。这就要说到有氪新事篇的巧妙构思了。以开篇为例，首先登场的是在天空竞技场结束修炼回家的主角2人，这算是念能力入门高潮后的一小段休息。在找到主线线索后，立即切换到库拉皮卡，并且在这条故事中给他安排了帮会测试，中间还展示了各种奇思妙想的念能力。相比于之前找爸爸的日常剧情，这段故事的张力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最后登场的是幻影旅团，伴随着团长发表杀人夺宝的命令和挡我者死的宣言，此时故事的张力再度上升，并且在序章的最后还埋下了一个悬念，黑帮有念能力者提前发现了危机。可以看到登场顺序是从我们最熟悉的主角2人组，到先前离队的库拉皮卡，再到库拉皮卡的复仇对象幻影旅团，从观众最熟悉的人到较为熟悉，最后是陌生人。越陌生，登场时间也愈发短暂，不但势力之间有内在联系，而且随着故事的进行，烈度也在不断上升。这时候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不爱看蜘蛛子的多线叙事了。蜘蛛子的同学设定上是主角的熟人，但刚登场时他们对于观众只是陌生人，并且对比在学校娇生惯养的同学们和在地下城有着生死危机的蜘蛛组，这之间的故事冲突落差只会让观众想跳过支线。故事中的冲突对精彩程度影响有多大呢？你听我念几个词，满分10分，给这段剧情的精彩度预先打个分。故事主线：拓宽主角的见识，帮助主角脱困的伏笔。准备好了吗？3、2、1，公布答案。这段剧情就是有氪新事篇中段小杰寻宝戏，它的精彩程度甚至排不上这篇章的前5，本质就是它的冲突太弱了。寻宝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冲突，故事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冲突的强度，旅团和黑帮的全面火拼，库拉皮卡与窝金的死斗，小杰和奇牙的虎口脱险，团长与奏迪克父子的高手对决，剑拔弩张的人质交换，最后是派克的牺牲。这些情节的冲突强度远胜于简单的寻宝，光是有冲突还不够，刚才你听我说了那么多事件，而其中又涉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是怎么有机的把事件串起来的？那就是预言师和幻影旅团这2个悬念。尼翁写下的预言师直接导致旅团第1次夺宝的失败，进而引发团长夺取尼翁的预言能力，但是预言揭示旅团会死伤惨重，进而旅团要撤离此处。然而西索用假的预言师欺骗旅团，斩断了撤退这个后路，导致旅团留在原地。而实力强大的反派则是天然的故事催化剂。旅团不仅与库拉皮卡有着血海深仇，还因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会杀人不眨眼，也会为同伴流泪，甚至会为同伴牺牲。用超灵验的预言师限制人物的选择，用充满魅力的旅团作为威胁，吸引读者一直看下去。有了这些，故事已经足够精彩，但富坚何许人也？全职猎人经常被调侃为青年漫，相比于在战斗中比谁拳头大，用更粗的光波打更强的怪的少年漫，富坚做了哪些创新？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篇章中的几场战斗，前面还神秘的鹰兽部队，后面就被旅团轻松团灭。
前一幕还强如战神的窝金，后一幕就被库拉皮卡轻松拿捏。上一幕还能和顶级强者对垒的团长，下一幕就被库拉皮卡拐走。作者不只是靠前后强烈的反差强化戏剧性，还用信息差这种高阶手法，让反差场景一再出现，却依然能给观众带来惊喜，而不是重复乏味。鹰兽被团灭是修炼度这个信息差，带来的是出乎意料又情理之中。窝金被轻松拿捏，观众拿到誓约与制约的新情报，自然欣喜雀跃。团长被拐走，台面下敌明我暗的博弈，更是让观众兴奋不已。另外几场对弈，如团长 vs 揍迪克父子，人质交易，依旧是在玩信息差。如果没有团长委派伊尔迷暗杀石老头的情节，这场顶尖高手对决就会变成炼气期主角旁边突然上演道祖大战一样儿戏，还直接封死故事后面战斗升级的空间。战斗中双方都知道伊尔迷在行动，只有观众被蒙在鼓里。这个信息差就合理解释了他们点到为止，手下留情，等真相揭晓，观众则会收获名为意外的惊喜。而最后的人质交换更是把信息差的玩法推到巅峰。剧情开始，派克诺达已从奇牙记忆中得知库拉皮卡的长相、能力与弱点，而库拉皮卡却天真的以为干掉头目等于旅团瓦解，不了解真正可怕的团员会自行行动，他们的整体才叫旅团。朋友被抓，手里的团长没有人质价值，己方底牌被看光，局势对库拉皮卡极度不利。那么作者是如何合理的颠覆天平的呢？答案是一步步锁死信息差。首先是预言师，里面既没有写明派克应该告知同伴，还是选择沉默才算背叛，且预言的日期也不是当下，让派克诺达无法确定哪条路才是正解。其次是只让派克库诺达单独赴约，其他团员必须退回据点，并且有旋律的我们能识破你们说谎作为威慑，切断旅团的协同与埋伏可能性。最后是团员们以为锁链手只是个战斗力高超、拥有沉默的打手，并不知道他能力的代价和缺陷。整场谈判能成立的核心设计，正是利用谈判对象单线化加禁止泄密的致死约束，制造并锁死对库拉皮卡不利的信息。一般优秀的作者写到这里就已经满意的收手了，但接下来才是富坚之所以是富坚的理由。交换人质这个只是外在的冲突，作者还借这个外因引发了双方阵营对自身的强烈质疑。自诩为正义的库拉皮卡，在得知旅团不会因为失去团长而解散的时候，内心信仰已经产生动摇。而当他对救回朋友万念俱灰的时候，派克却代表旅团只身前来谈判，并欣然接受所有对旅团不利的条件。前后事态的强烈反转让他不得不质疑自己对旅团的认知以及自己的复仇计划。派克代表的旅团则是库拉皮卡的完全镜像，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杀死无辜的人，但一边却可以为了同伴牺牲自己。借由交换人质事件，旅团内部发生了强烈争执。理智派认为救团长会导致旅团更大的损失，而被预言会死亡的感性派则是集体同意交换人质，甚至不惜与其他人反目。这也是理智派最终妥协的真正理由。他们担心的家人们自己先同意了。借由外在冲突引发角色激烈的内心冲突，是完成角色形象立体化的关键，也就是编剧常说的人物弧光。到这一步，双方的形象都立体了，正方不再是完全正义的一方，反派也不再是单纯的恶。那么这就是人物塑造的极限了吗？富坚会告诉你这才哪儿到哪儿。经历诸多曲折的人质交换，在西索搅局的小插曲后结束。派克诺达此时到达了他的至暗时刻，自己和团长都被下达了禁令，不但无法向团员交代锁链手的信息，还让旅团损失了团长。但随后作者借由西索之口告诉派克预言已破，并在派克回据点路上安排了一场野猫戏份，继续增强角色人的部分。最后通过派克诺达的牺牲，将人上升到反面英雄。富坚的千层套路到此为止了吗？不，他还要通过派克传给团员的记忆带出主角形象。面对受伤的派克能轻松逃脱的小杰和奇牙，他们会因为善良，不希望朋友卷入无尽的复仇而选择合作。比读者多想一步，正是富坚升华人物形象的惯用手法。正如故事第一卷，在婆婆的儿子和女儿救谁的电车难题中，大家都在为选择沉默而通过试炼欢欣雀跃时，小杰却用一句如果是真的呢，将烂俗的剧情和人物形象升华。故事正是通过这些细节一点一滴的积累，让观众感受到真实与生动。至此，总结一下富坚义博的千层套路，用多线叙事把主角个人秀变成群像剧，其中的角色按观众熟悉度递减登场，越晚出场冲突越强，越陌生出场越短，既拉高了观众的期待，又避免观众对陌生角色的剧情产生厌恶。有了冲突作为故事骨架，下一步就是用悬念勾着观众往下看，利用反差剧情创造惊喜只是基操，真正的关键是要善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信息差，
这个信息差不仅能让实力悬殊的双方在表面看上去势均力敌，增加故事悬念，也让以小博大的剧情从理论上成立。信息差也适用于战斗系统的设计，先抛出一个观众能简单易懂的设定，再通过故事一点一点挖掘它的深度和广度，最后是要将故事落实到人物的成长弧光。不只是主角阵营有，还得公平地对待反派阵营，通过正反这对镜像产生的冲突，进而引发观众思考。而且身为创作者，永远要比读者多想一步。冲突结束后，正是升华人物形象的最佳时机。这些套路都是编剧的基础，但被富坚融会贯通地用进故事里，俗套就焕然一新。观众能看到战斗不仅能比谁的拳头大，还能有智斗的创新；反派不仅能邪恶强大，也能演友情与热血的结果，但却常常忽略了背后扎实的编剧基本公平。正如爱因斯坦的名言所说，创造力的秘密在于知道如何隐藏你的来源。相同的材料经过不同的烹饪手法，能变成2道截然不同的菜品。很多人会片面地认为全职猎人的成功在于它的颠覆性。富坚把少年漫上升到青年漫的深度，有暴力美学，有思考深度，是开山立派的邪道少年漫，认为它是天才不可复制的。实际做过研发的观众都明白，研发的核心往往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优化整合现有方案。正是因为富坚在幽游白书时期就厌倦了打怪升级的套路，之后才改良出更为自由的念能力系统。实际上并不是基础的编剧套路不行了，而是每个时期都有过于好用的套路，以至于大家都在用。就像你特别喜欢吃一个菜，结果老妈发现后天天做，然后你就脱敏了。这时候在观众熟悉的套路上加一记反转，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反套路。但正如刚才所说，反套路等于反转加某种套路，这个整体依旧是一种套路，不是吗？套路是一种手段，反套路也是一种手段，而没有套路的故事那只是生活。为什么很多这种标题拉满的轻小说会被观众叫做厕纸？因为里面的角色机械的反复念标题，重复多了，所谓的创意很快就变成了角色的日常。某企业就充满了这种极具创意的故事，结果不出100集就变成令人看不下去的生活。最后以富坚老师的一篇评价结束本期内容，致以漫画家为目标投稿的人，请努力学习如何讲故事。如果你讨厌辛苦，那就创造出厉害的角色，然后让角色自己去推动故事发展。如果你真的想成为漫画家，那么应该没有闲暇时间用在画画上。